一具成年男性屍體蜷縮在狹窄的便池管道內，警方定論為偷窺意外死亡，卻留下無數無法解釋的疑點，背後牽扯核電事故、鄉村選舉、人際關係等多重隱情，真相至今成謎。今天我們來講便池怪死案。1989年正值日本昭和64年，這一年昭和天皇駕崩，全日本陷入哀悼氛圍。而在遠離東京的福島縣田村市都路村，一場骇人聽聞的離奇死亡事件悄然發生。2月28日下午6點，古道小學的女教師結束工作回到住處，其住所位於學校操場東側。當時鄉村普遍使用蓄糞式 U 型廁所，一側連接室內便池，另一側是室外汲取口。定期有人抽取糞便，女教師如廁後无意间看向便池管道深處，竟發現裡面有一隻鞋子，頓感蹊蹺。她立刻趕到室外的汲取口，發現蓋子被人打開，探頭望去，清晰看到了人的腳步，確認管道內有屍體。警方與消防隊迅速趕到現場，可管道口徑極為狹窄，根本無法直接將屍體取出。無奈之下，只能動用大型設備，將整個廁所管道挖出，並從中間鋸開。被困多日的屍體才得以重見天日。死者名為菅野直之，年僅26歲，身高170厘米，是福島第2核電站相關維護公司的營業主任。案件最令人費解的是，成年男性肩寬普遍超40厘米，而室外汲取口直徑僅36厘米，一個正常人根本無法主動進入如此狹窄的空間，他究竟是如何進去的？屍檢報告顯示，菅野直之僅肘部和膝蓋有輕微擦傷，無其他明顯創傷，死因判定為凍傷合併胸部呼吸不暢。警方據此給出最終結論，這是一起因變態偷窺引發的意外事故。菅野直之潛入管道偷窺女教師，最終被困身亡。警方的結論一出，立刻引發村民強烈質疑。全村僅3000人，卻有4300餘人聯名上書要求重審案件，因為從死者生前表現來看，變態偷窺的說法毫無依據。菅野直之性格開朗外向，愛好音樂與運動，曾是高中樂隊吉他手，留下不少原創作詞筆記。他擔任村青年會部長，常受邀主持婚禮，還在鄉村選舉中幫忙演說，是村裡公認的優秀青年，為人正直，善於交際，絕非猥瑣變態之人。村民們根本无法接受這樣的定論。更關鍵的是，案件存在多個肉眼可見的漏洞，直接推翻偷窺動機。第一，無偷窺對象。昭和天皇去世後，公眾享有3天假期，女教師早已休假離開住處。菅野直之與女教師相識，必然知曉此事，根本不存在偷窺的前提。第二，進入方式反常。若真是偷窺踩點，正常人會以下半身先進入試探，可菅野直之卻是頭部先鑽入管道。這種方式極易被困，完全不符合常理，絕非主動為之。第三，現場細節詭異。菅野直之被發現時全身赤裸，僅胸口抱着一件白色毛衣，一隻鞋子在頭部位置，另一隻卻出現在遠處的河堤旁。一個主動偷窺的人為何要脫光衣服？為何鞋子會分散在兩處？這些細節完全無法用意外偷窺解釋。這起案件絕非簡單的意外，其背後牽扯福島當地的核電事故與鄉村政治選舉，種種線索指向事件另有隱情。福島因2011年大地震和泄漏事故被國人熟知，而案發地都路村距離福島第1、第2核電站直線距離僅20公里。就在案發前1個月，即1989年1月6日，福島第2核電站發生2級核事故，3號機組反應堆循環泵葉輪焊接部位破裂，大量碎片流入堆芯，導致核電站長時間停機。事故發生前2天，核電站42歲的保修課長離奇自殺。這位東大畢業的高材生，家庭美滿，責任心極強，同事評價頗高，卻突然選擇輕生。其死訊2個月後才被媒體報道，同時曝光事故前5天，設備曾2次出現異常震動警報，種種跡象表明事故早有預兆。保修課長大概率是承受了巨大壓力，而死者菅野直之正是為核電站提供維護業務公司的營業主任。有消息稱，核事故調查期間，他曾接受過媒體採訪，這不禁讓人懷疑他的死是否與這起核事故存在關聯，是否因知曉核事故內幕而遭遇不測。除了核電事故，鄉村選舉也是重要疑點。案發前，都路村正在進行村長選舉，分為渡邊與佐久間2大陣營。菅野直之屬於前任村長渡邊的應援團隊，曾幫忙競選演說。但2月18日競選最後一天，渡邊陣營邀請他參與最終演說，他卻斷然拒絕，轉而前往朋友家，坦言對渡邊花費上千萬日元進行金錢選舉深感失望。最終渡邊成功當選村長。有傳言稱，菅野直之的反對態度讓渡邊懷恨在心，其死亡或許與選舉派系鬥爭有關。此外，發現屍體的女教師，其未婚夫是同校教師，也是村青年會會員，與菅野直之是好友。而未婚夫的父親正是渡邊陣營的競選參謀，人際關係與選舉勢力相互交織，讓案件更顯複雜。
關於女教師，村裡也有諸多傳言。她是專科畢業，卻能進入小學任教，被傳是走關係入職，且私生活不檢點，與多名村民關係曖昧，甚至有說法稱她與菅野直之私下交往。此前女教師曾收到騷擾電話，有猜測認為菅野直之查到了騷擾者身份，因此被報復殺害。但騷擾者自稱案發時不在村中，且僅因騷擾電話殺人，動機過於牽強。案件調查過程中的種種異常，更是讓村民堅信警方隱瞞了真相。菅野直之的屍體被取出後，警方先用軟管沖洗，隨後消防隊又2次沖洗，雖稱是清理糞便，但其父母認為這是故意破壞現場證據。更蹊蹺的是，負責清洗屍體的警察與屍檢醫生在案件調查結束後紛紛離職，兩件事接連發生，絕非簡單巧合。1996年，日本獨立導演拍攝了電影《瑪麗雜言》，以菅野直之為原型，改編劇情為青年發現村長與核電利益勾結的黑幕，記下賬目準備揭發，最終被村民聯手塞進廁所致死，各方勢力掩蓋真相，偽造偷窺意外。這部電影雖大幅改編，卻道出了大眾對案件的核心猜測，這不是意外，而是他殺，且被權力勢力刻意掩蓋。電影在日本引發爭議，有人批評導演刻意抹黑，但更多民众表示認同，認為日本涉及核電站的案件往往會被刻意隱瞞，警方為維護相關勢力會無視真相。草草結案，當時福島本地曾發生購物中心屍體焚化案，警方牽強解釋為自燃，民眾早已對當地警方的公信力產生質疑，而這起廁所死亡案的相關討論也曾被平台短暫和諧，導演張貼的海報也被立刻撕下，背後的壓制意圖十分明顯。福爾摩斯曾說，排除所有不可能，剩下的即使再不可思議也是真相，結合所有線索可逐一排除可能性。首先，偷窺說徹底排除，女教師不在家，无偷窺动機，进入方式也完全違背常理。其次，自殺不可能，菅野直之性格積極，無自殺傾向，即便遭遇挫折也不會選擇如此屈辱，极易被誤解為變態的方式結束生命，最終只剩下他殺這一可能。且結合屍檢結果，菅野直之並非死後被拋屍，而是活着被塞進管道，最終凍死窒息身亡。還原案發經過，大概率是這樣的：2月24日是天皇大喪之日，上午菅野直之告知家人出門片刻，開車前往農協，將車停在停車場，鑰匙都未拔下，顯然只是短暫辦事。但在農協，他遭遇了意外，被人控制，因無明顯外傷，說明未被毆打，而是被多人，至少3人合力制服，完全失去反抗能力。凶手因未知原因，大概率與核事故內幕、选舉鬥爭相關，想要教訓菅野直之，強行將他脫光衣服塞進狹窄的廁所管道，還將一只鞋子扔進管道羞辱他，另一只丟在河堤混淆調查。凶手原本只是想懲罰他，並未打算直接致死，或許出於一絲愧疚，將毛衣扔進管道讓他保暖，隨後將他的衣物丟進河中銷毀，放任他在管道內自生自滅。福島2月氣溫極低，日均最低溫零下2攝氏度，最高僅6攝氏度。赤裸身體在密閉管道內，即便有毛衣也難以抵禦嚴寒。菅野直之被困後，試圖用頭部旁的鞋子求救，卻因空間狹小無法扔出管道，最終在2月26日夜間因凍傷和呼吸不暢死亡，2天後被女教師發現。當時警方並非完全不知情，可相關勢力相互勾結，所有知情人都選擇沉默，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殺，最終只能以偷窺意外死亡草草結案，將一位優秀青年污衊成變態，讓真相永遠被掩埋。這起案件過去了30餘年，依舊是日本最具爭議的懸案之一。人們記住的或許只是一個男人憋屈死在廁所管道的獵奇故事，卻很少有人在意他的冤屈。權力的掩蓋，真相的沉默，讓這起充滿疑點的案件最終淪為時代的謎團，而死者的清白再也無人能為其洗刷。